如果听说有空姐走国际航线，身边多数人会投上羡慕的目光。在许多人心里，国际航线意味着可以出国旅游，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但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难处。就拿走国际航线的空姐而言，他们大多数最不想飞的就是印度。有不少资深空姐都吐槽到，一辈子都不想搭上前往印度的飞机。印度航空以及印度人在飞机上的各种魔幻操作，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那么，神奇的印度是如何在飞机上展现神威的？又是如何做到让空姐们一听到印度2个字就心生畏惧的？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奇葩的印度航空。对于训练有素的空姐而言，不怕乘客要求多，就怕乘客的需求他搞不懂。空姐一般都具有高水平的英语交流能力，他们既听得惯法式英语的重鼻音，也听得明白俄式英语的弹舌，但唯独印度奇怪的英语口音让人颇为头疼。众所周知，印度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流利地讲英语。根据印度社会的真实情况，印度主要是高种姓使用比较多，绝大多数印度人并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讲英语，即便会说，他们的英语口音也掺杂着浓厚的咖喱味。这种口音，空姐们是如何形容的呢？有空姐表示，一些印度乘客的英语说起来就像印地语一样，有语法错误先不谈，就连最简单的单词也很难听懂。比如最简单的水，我们都知道用 water 来表示，而印度人口中说出来的大多数情况都是 water。这还需要印度乘客手舞足蹈的来回比划，才能让空姐明白他是要喝水。连最简单的水都表述困难，就更别提其他更复杂的需求了。对于印度航空而言，还有一个令人汗颜的服务需求，那就是复杂的饮食习惯。印度的宗教结构比较复杂，每个宗教都有特定的饮食习惯，比如印度教徒不吃牛肉，而印度的穆斯林则以牛羊肉为食，还有少数信徒信仰比较纯正，只吃特定蔬菜做出的素食。所以印度航空每次都要准备200多种不同食材做出的定制餐，用于满足不同宗教信仰乘客的饮食需求。当然，空姐是有义务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以及饮食习惯的，加上他们的英语令人堪忧，因此在供餐时经常会出现乘客摇头晃脑拒绝用餐的现象。这就让空姐比较着急了，给他这个他不吃，给那个他也不吃，想要通过英语交流他还说不清楚，就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将各种餐打开让乘客看，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要知道，一趟国际航班的飞机乘客数量有几百人，如果这些乘客大多都是这样，那么发餐的时间与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印度的购票软件上都会安插定制餐选项，只要使用得当，机组人员就能提前知道乘客的饮食习惯。但绝大多数印度人都不使用这项服务，于是繁杂的工作全部转移到了空姐身上。如果只是沟通问题，那还比较好解决，毕竟国际空姐也算是见多识广。类似的情况在非洲航线上也会经常出现。但让空姐诟病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一趟飞机会有30多个轮椅乘客，这又是怎么回事？国际机场都会给残障人士开设绿色通道，印度也不例外。印度机场要求对有轮椅需求的乘客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这本来是一件很人性化的好事，可是这项服务在印度开展似乎就变了味。空姐们表示，印度机场有一个与其他国际机场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机场内经常能看到需要特殊照顾的轮椅乘客，密度甚至达到轮椅需要排队登机的程度。空姐们必须经常与地勤人员沟通，将坐轮椅的乘客送上飞机，并且还需要推轮椅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的地勤人员手中。正常情况下，一趟航班最多会出现2至3个行动不便的人，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印度平均每趟航班都有20至30个有轮椅需求的乘客。难道印度行动不便的人有那么多吗？还真不是。许多印度乘客都是腿脚便利的，他们坐轮椅只是为了享受一次贵族体验，古代王爷坐轿子一样。因此他们有病没病都会要一个轮椅，然后让空姐把他们推上飞机。这种巨婴式服务给空姐们无端增添了不少麻烦。空姐们痛恨的不是轮椅，而是明明身体很健康却还要选择轮椅服务，让他们在出城印度时都会显得格外劳累。将轮椅推来推去还不是最辛苦的，由于轮椅乘客登机速度缓慢，经常导致飞机晚点，直接影响了下一趟航班的起飞情况，这会直接影响空姐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许多走国际航线的空姐都向印度机场反映，不要将绿色服务开展的那么随便，可是印度机场都保持着拒绝的态度，因此这种苦也只有空姐们默默承担了。如果这些还是能够忍受的，那么下一个是空姐们绝对忍受不了的，那就是太脏了。登上载满印度人的飞机，空姐们就会闻到一股刺激性的味道，这种味道来自于汗臭和其他人体污垢，浓郁的味道散发在机舱的每一个角落。当空姐们对印度人的味道吐槽时，乘务长一般会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印度人的汗液味道要比其他人更浓郁一些，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这些香料在经过人体排出后就会产生这种刺鼻的味道。其次，很多印度人都是不洗澡的，陈年的污垢在他们身上也会积攒出各种恶心的气味。最后，由于印度航空对机舱卫生管理比较随性，导致座椅已经被印度人给腌入味了，所以哪怕是空荡荡的机舱，空姐们也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去做各种清洁工作。这种味道攻击可不是空姐们能够通过口罩来规避的，一时间他们也不知道空姐这个职业到底好在哪里。无论在外面如何风度翩翩，在印度机舱里都会沉浸在酸臭的空气中。让空姐感到作呕的还有印度飞机的卫生间。众所周知，印度人的如厕习惯比较原始，上厕所不冲马桶都是常态。有空姐表示，她甚至见到过有乘客直接排泄到马桶盖上。纵观整个厕所，镜子上、洗手池里、马桶盖上都是水。有些空姐不知道他们正在清洁的究竟是自来水还是人类的尿液，光想一想就已经受不了了。从厕所就可以看出，印度人对水有一种独特的热爱。空姐表示，乘坐印度航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座位上的服务铃频繁响起，几乎所有印度乘客都有一个需求，那就是喝水。当然，当空姐把饮用水端给印度人时，印度人可能不只是喝水，他们还会用水洗脸，甚至擦拭身体，弄得座位周围都是水渍。对于这个现象，空姐解释道，多数印度人的饮用水都是浑浊的，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清澈的水，所以他们很珍惜在飞机上的水资源。除了尽可能多的往肚子里灌水以外，他们还要用水来简单擦拭身体，也不枉坐一趟印度航班。当空姐在机舱内辛苦工作，好不容易坐下休息一会儿时，服务铃又会响起。空姐们也知道印度人可能要喝水了。根据机务人员表述，绝大多数情况下飞机上的饮料和用水都是充足的，一趟航程下来还能剩1/3左右。但印度航线不是，哪怕起飞前水箱都加满，到目的地后水箱也会变得空空如也。而且印度人连饮料也不会放过，红酒、酸奶、速食奶茶都会大包小包全部带走。不得不感叹一句，真为印度飞机乘客的素质感到堪忧，也辛苦了国际航班空姐在印度遭的罪。除了卫生问题，更让空姐们感到害怕的是印度飞机的质量。如果说环境脏乱差只是在一次又一次挑战空姐对肮脏环境忍受的极限，那么飞机质量可能会直接关乎人命了。印度航班的飞机基本都是波音客机，但是印度机务人员对飞机的检修可以说是相当随缘了。2018年4月，印度民航客机就出现过一次挡风板脱落事件，在数万米的高空，挡风板又被强行塞了回去，惊险程度堪比美国大片。这一点别说乘客害怕，就连空姐走一趟印度，不要担心飞机质量问题，搞不好哪一次检修出现纰漏就会万劫不复。有人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今天我们从印度航空上也能看出一点新的理解，至少从空姐的体验上来看，走一趟印度航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这需要超强的忍受能力，还需要无与伦比的耐心，能将服务勉强做到位已经算是奇迹了。因此印度一直是国际航班空姐的噩梦。想要改变印度航空的现状，绝非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服务态度与章程就能够轻易改变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陋习一直在左右着印度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空姐的怨念只是一个缩影，真正的印度恐怕难以用正常的思维与逻辑进行理解。1993年9月的头号新闻当属兵败蒙特卡洛。在决定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进行到最终轮时，前3轮投票全部获得首名的北京已经准备提前开香槟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然而当最终轮的投票结果出来时，一盆冷水泼到了12亿中国人头上。悉尼以仅2票优势逆转战胜北京，成功在最终轮赢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先胜后败与微小差距让大多数全程围观的中国人极其不甘。在投票结束后，他们将目光都集中在了本不应出现在这次投票中的朝鲜代表金宇顺身上。虽然在最终轮投给悉尼的票数有45票之多，然而这其中只要有一个选择北京，那么就可以将悬念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在这45票当中，中国唯独对朝鲜的那一票念念不忘，还是因为在这次投票之前，中朝关系已因朝鲜的一厢情愿走到了历史最低点。自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朝关系就处于一个长期波动向下的趋势。在冷战前中期，影响中朝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与苏联的博弈。因中苏长期交恶，苏联希望社会主义阵营中能多一个给中国施加压力的跟班，而朝鲜也希望两边下注，避免被单一国家裹挟。
因此，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既会通过频繁访问中国来维护朝中关系，背地里又会在中苏边境对峙期间秘密调动朝鲜军队，以向苏联展示忠心。当时的中国本着尊重传统友谊和团结邻国的原则，即使对朝鲜的小动作看在眼里，也没有减少对朝鲜的支持。朝鲜战争结束后的30多年中，中国一直在向朝鲜提供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各类物资，同时在外交上，中国也始终不承认韩国，并在各种场合都将其称为南朝鲜伪政权。然而，当中国为对抗苏联选择同西方阵营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之后，面对韩国递来的橄榄枝，一个令人尴尬的选择摆在了中国面前。尼克松访华前后，西方阵营中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热潮。1970年11月，察觉到风向变化的意大利就同中国首先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后几年，西德、英国、日本先后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也在1979年1月同中国建交。但近在咫尺的韩国却始终没有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为了获得家门口的巨大市场，80年代的2位韩国总统可谓煞费苦心。全斗焕政府先是妥善处理了296号劫机事件，又在1985年的3213号鱼雷艇事件中，以极为克制的态度维护了中韩两国的颜面。因同韩国的所有交往都会被朝鲜怀疑中国是否在改变对其支持立场。为了让朝鲜对中朝关系放心，即使韩国总统已经拿出了12份的诚意，中国也没有在80年代向韩国打开建交的大门。可在朝鲜看来，对他们的支持不绝对，就是对他们的绝对不支持。因此，当朝鲜即使站到绝大多数国家对立面，也要抵制1986年汉城亚运与1988年汉城奥运，而中国却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为韩国撑场子时，朝鲜对中国的信任就已经开始朝零的方向发展。必须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朝交恶本质上是朝鲜不尊重中国大国地位的同时，又希望中国作为大国对其提供始终如一的庇护。中国因外交局势变化时必须以自身为出发点而进行转向，朝鲜这种拧巴的心态就会在此时成为摧毁中朝关系的爆点。1990年，苏联以一种通知的态度告知朝鲜，他们将改变朝鲜半岛上的外交策略，选择承认韩国并与之建交。朝鲜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略表不满，这不仅没有改变苏联的决定，为惩罚朝鲜的不顺从，苏联甚至还提前了同韩国建交的时间。在苏联与韩国建交之后，中国也没有理由继续为了朝鲜不承认韩国，不过中国依然对朝鲜保持着足够的尊重。1988、1989、1990年，中国就曾3度向朝鲜解释过同韩国建交的意向与原因，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收获朝鲜的理解与支持。在韩苏建交2年后的1992年8月，中国才同韩国正式建交。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金日成罔顾苏联已经解体，世界局势出现巨大变化的事实，认为中韩建交是中国对朝鲜的一次严重背叛。他自中韩建交开始就再也没有出访过中国。对中韩建交后，中国主动向朝鲜派出的外交使团，他的态度也极为冷淡。就是在中朝关系降到冰点的背景下，事关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投票到来了。大型运动会的举办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获得国际认可的关键节点，而在东亚，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东京在1958年与1964年先后举办了亚运会与奥运会，与之而来的是日本在战后快速复苏，并坐上资本主义世界第2把交椅。汉城在1986年与1988年同样先后举办了亚运会与奥运会。同时代的韩国也在近30年高速发展后，从极端贫困国家变成了准发达国家。当中国于1990年成功举办亚运会后，什么时候举办奥运会就成为了当时12亿国民共同关注的一件事。亚运会结束之后，中国就开始了筹办奥运会的工作。按照开办前7年决定举办城市的规则，1993年是中国的第一个申奥机会。事实上，中国在1993年赢得奥运举办权的概率相当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并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北京的对手有4个，德国柏林、英国曼彻斯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澳大利亚悉尼。德国、英国甚至澳大利亚都在此前举办过奥运会，而伊斯坦布尔甚至不是土耳其的首都。正因如此，北京在投票开始前就被认定为赢面最大的候选者。然而在投票之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本不会参加奥委会活动的前朝鲜奥委会主席金玉顺意外地出现在了投票者名单当中。这个细节为何重要？因为事关举办权的投票是匿名投票，
而为了保证投票的真实性，国际奥委会又要求有资格投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必须亲自到场投票。在1993年奥运会举办权投票前，金玉顺虽保有国际奥委会委员职位，但已卸任朝鲜奥委会主席，并转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按照惯例，他已不会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但在平壤的指示下，他还是从东欧罗马尼亚前往西欧摩纳哥投票。事实上，在最后一轮投票前，北京相较于其他4个候选者的优势都极为突出。北京最终落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偏向北京的埃及与保加利亚2国的代表。因认定北京将大比例胜出，而没有前往摩纳哥投出自己的一票，因此突然多出来的朝鲜的一票，事实上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结果。不过，国际奥委会从未公开过详细的投票结果，而朝鲜也并未承认他们投票给了悉尼，因此无法将1993年的落选归咎于朝鲜。然而，在投票之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1993年的落选对于中国而言也并非坏事。实际上，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虽多次向朝鲜派出代表团，试图恢复沟通，